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养女窃取公司机密，却栽赃给我，让我做了替罪羊。她泪流满面，磕头如捣蒜，泣不成声地说：“妈，您是我唯一的依靠，我马上要与张少携手共度人生，我不能有任何污点，求您救救我吧。”面对养育多年的女儿声泪俱下的哀求，我无法眼睁睁地看着她走向毁灭，于是心痛地做出了妥协。然而5年的牢狱之灾，我那些所谓的亲人，我的养女和儿子，竟从未探视过我。出狱之后，我才知道儿子已经娶了养女的闺蜜，急于与我划清界限。而那个曾口口声声说我是他亲妈的养女，却冷酷地将我抛弃在垃圾堆旁，仿佛我是他人生中的污点。我的家产也被他们蚕食一空，最后迷失方向的我，竟被误以为是垃圾，被推进了焚化炉，生命之火就此熄灭。然而，命运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让我回到了养女被求婚的那一天。妈，我们应该给妹妹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儿子热切地说。我望着他，心中冷笑，傻孩子，妈妈，我已经看清了你们的真面目，再也不会被你们欺骗了。我答应了，张少向我求婚了。梁七七的声音里充满了激动。太好了，我妹妹就是美。妈，你刚不是拿到公司分红了吗？给妹妹准备一份体面的嫁妆吧。女孩子出嫁，娘家若不大方些，会让人看不起的。吴修的声音里满是喜悦。哥，谢谢你，你真是太好了。梁七七感动地说。这熟悉的对话让我心头一震。我转过头，看到吴修热泪盈眶地拥抱着梁七七，我突然意识到，我重生了。重生到了梁七七被张北镇求婚的那一天，看着他们2个紧紧相拥，情绪激动到了极点，而我却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吴修见我无动于衷，扯了扯我的衣袖：“妈，你高兴傻了吗？妹妹找到了这么好的归宿，我们应该为她感到高兴才是。”梁七七也走过来，试图拉我出门：“妈，我们去买嫁妆吧。等我嫁到张家后，我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我看着他那虚伪的笑容，想起了前世的遭遇，就是从为他置办这些奢侈的嫁妆开始，我走上了悲惨的道路。我冷冷地推开了他：“不买了。”他愣住了，随后眼眶泛红，委屈地看向吴修。吴修不满地冲我嚷道：“妈，你又怎么了？妹妹都要嫁入豪门了，你为何不愿意支持她？”梁七七见状也变了脸色，她一把抓起沙发上的新款贵族手机，狠狠摔了出去，哭喊道：“你宁愿给自己买昂贵的东西，却不愿意为我准备嫁妆，就因为我不是你亲生的女儿吗？你就不怕我以后真的不管你？”我再也忍不住，一巴掌扇了过去。整个屋子顿时安静下来，只剩下梁七七的抽泣声。我捡起地上的包包和手机残骸，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压抑的家。屋内，梁七七的哭声和吴修的怒吼交织在一起：“吴明慧，你这样对我妹妹，以后我也不认你了。”然而，这一切已与我无关。我重获新生，再也不会被他们的虚伪和贪婪所束缚。前世，我曾为梁七七花费100万购置嫁妆，满足了吴修和梁七七的期望。他们提议全家外出度假，以此作为家庭最后的团圆。为了不让孩子们失望，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当晚，心情愉快的我饮了不少酒，微醺中透着些许愉悦。然而，未曾料到的是，梁七七竟悄然离去，消失在了夜色之中。1周后，梁七七满脸泪痕，灰头土脸地归来，
他哭诉着为了张北镇去窃取竞争对手的机密文件，却不幸被发现。如今全城都在搜寻罪魁祸首，吴修对我来说如同生命一般重要。他父亲早逝，因此我从小对吴修便是有求必应。面对崩溃的梁七七，吴修心乱如麻，在兄妹俩的软磨硬泡下，我最终扛下了所有罪责。更令我痛心的是，为了避免被我连累，吴修和梁七七竟签下了断绝关系书。在监狱的日子里，我深爱的儿子吴修从未探视过我，而我费尽心力救下的养女梁七七更是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我。尽管我早有预感，但当这一切真正发生时，我仍感到难以置信。出狱后，我回到曾经的家，却只见一片荒凉。往日的欢声笑语仿佛还在耳畔回响，但物是人非，一切已不再是曾经的样子。我苦心经营的公司也早已被这两个不孝子女拱手相让。我寻遍大街小巷，终于打探到了他们的消息。他们依然过着人上人的生活，住在如城堡般的豪宅中，驾驶着顶级豪车。兄妹俩身边都有了新的伴侣，看似幸福美满。我曾想走过去质问他们，但当我那满心疼爱的儿子看到我时，眼中没有丝毫震惊、担忧或心疼，他反而护住身后的两个女人，冷漠地说：“妈，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你就不能往前看吗？再说了，你总不能现在还要来毁掉我们的生活吧？要怪只能怪你坐过牢，你这样的人，我们哪敢叫你回来呀？”而梁七七更是粗鲁地推开我，满脸不屑地给了我一个耳光：“老女人，你就是个因为商业欺诈罪坐牢的人，快滚呐！恶心死我了！”最后，迷茫的我像一只下水道里的臭虫一样躲在垃圾堆里，最终被垃圾车推进了焚化炉，结束了此生。离开家后，我径直前往公司，决心要仔细审视一下我这两个出色的孩子究竟在公司里搞出了什么名堂。我耐心地将仓库里的账面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直到月挂树梢，却并未发现任何异常。如此看来，我上一次公司易主必然是在我入狱之后，那两个混蛋所为。我始终难以理解，为何我用心去爱的孩子，最终却给了我致命的一击。我打开手机，翻看着两个孩子小时候的照片，心中五味杂陈。在退出朋友圈时，我无意间看到吴修和梁七七站在豪宅中，手持购房合同和房产证，高举钥匙合照。梁七七还写下妈妈不能给的嫁妆，哥哥宠了我。我顿时怒火中烧，立刻拨打吴修的电话，却一直被挂断。好不容易回到家，我发现家中一片狼藉，犹如遭了贼一般。我那些珍贵的藏品和值钱的首饰金条已不见踪影，只剩下一些不值钱的衣物凌乱地散落一地。我再也不会给他们伤害我的机会，于是决定立即报警。但一想到吴修花钱给梁七七买的嫁妆，我又开始犹豫了。这时，家门被推开，吴修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梁七七房子的钥匙，看到身后的狼藉，却仿佛视而不见。他将手里的糖果递给我，那是购房中心赠送的廉价糖果。他说道：“妈，你总是这么大火气，我待会儿收拾好不好？我只是给妹妹买了套房子。”她特别高兴，还说你今天打她的事情就算了，不过妈，你做错了就应该道歉。我看着这个不懂事的儿子，愤怒地给了他一巴掌。我的包包和黄金呢？面对我的愤怒，吴修仍然一副为我着想的样子。妈，家里的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放着也是放着，
我干脆就卖了，给妹妹买房子了。再说了，我哪有钱啊？你每个月给我的那点钱都不够我活的，家里本来就没有多少钱，这些财物原本是留作救急的。这2个孩子从小被惯坏了，花钱如流水，光是梁七七每个月的衣服、包包和兴趣班的费用就要10几万。他能让张北镇看上的外在和内涵，都是用我的血汗钱堆出来的。我每天回到家还要看他的反馈，等着兴趣班的老师给我梁七七的课堂情况。而我的儿子吴修呢，吃喝玩乐他最在行，能让他花钱的地方他跑得最快。我知道他们兄妹2人感情深厚，心里也颇为欣慰，总想着100年之后他们能有个照应。再者，我这个做母亲的虽然严厉，但好在有个哥哥疼爱他，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然而如今看来，我所谓的用心良苦，在兄妹2人的眼里却成了恶毒至极的老巫婆。我看着我那愚蠢至极、一味顺从的儿子吴修，心中百感交集，怒火中烧。吴修，你如今年纪也不小了，家里有多少钱你心里也清楚，就是上个月给你和七七付的艺考特约老师的学费也不是小数目，现在又要买房，你竟然还敢偷妈妈的钱去买。吴修不悦地撅着嘴，过了好半天才说：妈，我看你就是真计较，嘴里说着拿七七做女儿，到头来嫁妆都不给，钱没有了可以再赚，那女儿的幸福要是没了呢？没钱了可以再赚，你倒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怒斥道。还没等我继续发飙，梁七七就捂着嘴，一副柔弱不能自理的模样，靠在了沙发上。妈，我都知道，你从心里就不拿我当女儿。说完，他扭头就摔门离开。吴修看着心爱的妹妹跑走，只能冲我无能狂怒。你是非要闹得家里鸡飞狗跳，你才会后悔。说完，他也气冲冲地跑走了。空无一人的房子里，我只觉得心跳加速，嗓子眼发紧，右眼皮也不安地一直跳动。这一次，我是一定要想办法和这对吸血兄妹划清界限。我开始联系律师，收集资料，但一想到即使我把财产给了我那傻儿子，估计他也守不住属于自己的那份。半个小时后，吴修气呼呼地打来一通电话：你终于高兴了，七七现在是真出事了，你快来公司吧。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电话就被挂断了。即使心中不爽，我也还是得出门面对，有些事情终究是要面对的。当我抵达公司办公室时，已是下班时间。办公室内烟雾缭绕，隐约可以听到哭泣的声音。我一进门，就看见梁七七跪在地上，她磕着头，满眼期待地看着我，楚楚可怜地恳求：妈，求你了，救救我吧，不然我真的就完蛋了。此情此景，我已大致明白了事情的缘由，但还是需要继续询问，以了解情况。你先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梁七七迅速擦干眼泪，声音颤抖地说：妈，我去偷了刘家的公司文件，并尝试出售，但被他们发现了。他颤抖着伸出手，拿出一个 U 盘。我强忍着怒火，眉头紧锁。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你卖给了谁？我的话音未落，我那傻儿子吴修就坐到了我面前，他挡住了瑟瑟发抖的梁七七，给我倒了杯水，脸上依旧是一副关切的表情。但我注意到，这水里恐怕被下了安眠药。我这亲生的儿子，到底还是没有把我当作亲妈。他不仅想劝我去顶罪，为了保险起见，还想下药让我签下认罪书，赔偿巨额损失。真是我的好孩子们！我顺手接过水杯，却故意没拿稳，将水泼在了地上。妈，你也别着急，
吴修一副犹豫的模样，终于还是开口了，说到底，这还是妈你的错。要不是你愿意给七七那么丰厚的嫁妆，她也不会去偷刘家公司的重要机密来卖，也就不会被人发现了。那你们还不赶快把文件拿回来，物归原主！我急忙说道，同时翻动着手机的通讯录，准备找刘家人的电话。然而，吴修却一下子抢走了我的手机。妈，你是真的傻吗？七七这是偷盗加诈骗，他会坐牢的。他如今才有了好亲事，如果坐牢了，张少怎么可能会和他结婚？这一切本来就是你的错。梁七七抱头痛哭，看起来十分可怜。吴修也跪在地上看着我，妈，现在七七真的需要你，也就只有你能救她了。你不会不管七七吧？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冷冷地问。吴修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恳求道：刘家的人无非就是要赔偿，要有人去坐牢。他们知道是我们做的，但不知道是七七还是你。对我们来说，你和七七都是吴家的人，没有什么区别。说着，吴修抱起他父亲的照片，大声说道：妈，当初爸爸走的时候，你答应过他，会替他照顾好梁叔叔的女儿。如今爸爸不在了，妹妹的事情你真的不管了吗？梁叔叔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幸福啊，不然爸爸会死不瞑目的。梁七七也跪到我脚边，满眼泪水。妈妈，我已经没有家了，我就是想有个家，我不要坐牢，求你了。我只能同样流着眼泪，可怜地看着他。孩子啊，妈妈的好七七，妈妈也不想坐牢啊。这一刻，兄妹俩都愣住了。梁七七更是情绪崩溃，哭喊着：非要我去坐牢的话，那我就去死好了。吴修连忙将她搂在怀里，转头对我怒吼：妈，你非要把妹妹逼死吗？你不顶嘴，难不成要我去吗？我冷笑一声，挑眉道：哦，你能让我去，自己就不能去了吗？不是，我……吴修支吾了半天，终究还是没能说出那些大逆不道的话来。他换了口气，继续说道：可是，妈，要不是你不愿意给七七嫁妆，他就不会自己想办法呀。再说了，我是你儿子，亲儿子。我转头看向那个傻儿子，眼神锋利如刀，他自然不敢再多说什么。这一晚，两个孩子又是寻死觅活，又是磕头请求，折腾了一整夜。天亮时，我被他们软磨硬泡得心烦意乱，终于开口问道：就算是如何，你总要让我知道这个文件到底有多少钱吧？万一人家就是要赔钱，我也得做好倾家荡产的准备。两个孩子生怕我会跑掉似的，眼神交汇了一下之后，去打了个电话。最后，他们还是咬牙切齿地把我带到了一个咖啡厅，而坐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穿着朴素到了极点，但那双灵动又狡诈的眼睛却让我印象深刻。这不就是后来我那好儿子娶的老婆吗？我忍住了无语的表情，而他倒是激动得不得了，嘲笑地看着我。我就知道是你，就是你偷了我们公司的文件。至此，我算是明白了，凭借着我那愚蠢的拜金养女，想要拿到大公司的机密文件，肯定是有人在里面帮忙的。我一点都没有阻拦他准备拨电话报警的手。一瞬间，大家似乎都心知肚明了一般。他没有再吼骂，我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吴修和梁七七似乎都松了一口气，似乎是笃定了我一定会认罪伏法。我又看了一眼眼前这个憔悴的女人，她一直对着我儿子吴修暗送秋波，而我那傻儿子眼里却只有梁七七。三个人的爱情还真是拥挤啊！看来这会是一场腥风血雨。等警官过来了之后，我才知道我这儿媳妇的名字原来叫袁笑，听起来是个乐观开朗的好名字。
但他本人却恶毒至极。他愤怒地指着我，将我如何酒驾撞伤他的过程绘声绘色地告知警官。接着他又把我如何潜伏进公司，下药迷晕他，并拿走重要文件的事情讲得那么清新脱俗，而我这对好儿女也只是低头哭泣，俨然一副深恶痛绝的样子。他说完后，吴修看着我满眼泪水地说：“妈，你就进去好好反省吧，我会把妹妹照顾好的，我们也会一直等你回来。就是你走之前，能在七七的放弃领养协议上签字吗？还有就是我的断绝母子关系同意书，你知道的，七七马上就要嫁到张家了，张家不会允许有个有前科的妈妈，更何况我这样也不好找对象。对不起妈，我这也是没办法。”梁七七一听，更是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妈一定要早点回来呀！警官刚准备给我戴上手铐时，我开口道：“稍等。”两个孩子以为我是舍不得他们，跑过来就要抱住我，却被我嫌弃地躲开。我冷静地说：“盗取公司机密的不是我，而是梁七七。”我这样一说，梁七七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2倍，声音尖锐刺耳：“妈，你是疯了吗？就算是你不喜欢我，你也不能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啊！”吴修一瞬间根本就不顾母子情深，直接踹了我一脚，怒吼道：“臭女人，你在说什么混蛋话？闭嘴呀！”袁笑严肃地竖起3根手指，发誓道：“警官，我那天晚上看得一清二楚，就是他犯下的错。你这个混蛋，为了不坐牢，竟然敢诬陷自己的女儿，你简直就是人渣！”咖啡厅内的顾客们闻声纷纷聚拢到包厢门口，八卦的火焰在每个人眼中燃烧。他们都好奇地想看看我这个被传为恶毒母亲的人究竟是何模样。见众人围观，我安心地拿起手机开始拍摄。在众人的议论声中，我播放了之前录制的音频，里面清晰地传出我那2个不孝子女的声音，展现了他们如何道德绑架自己的母亲。这段录音是从我走进办公室的那一刻开始录制的，完美捕捉了他们孝顺的假象，同时也为我洗清了冤屈。他们以为录像已被删除，对方只知道事情与我们公司有关，却不清楚具体是谁所为。即便我不去顶罪，他们也会凭借巧舌如簧将我置于案板之上，任其宰割。但可惜的是，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录音刚一播放，他们2人的脸色瞬间变得如猪肝般难看。吴修猛地撞向我，试图抢夺手机，幸好警官及时出现，将我扶起并制服了吴修。随后，我们一行人被带到了警官局。我本以为他们兄妹2人的罪行已昭然若揭，却没想到袁笑突然改口，称一切都是误会，可能是文件运送过程中出现了疏漏，而且文件并不重要，因此无需追究。他解释说，自己只是看到那个小姑娘来公司找刘总时穿着不俗，便起了歪念，想要讹些钱财。就这样，他们2人竟然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由于事件并未造成严重后果，袁笑只是受到了口头批评，并手写了一封道歉信，此事便告一段落。虽然我感到遗憾，但事情已经过去，无法挽回。我还在思索如何甩掉这个便宜女儿和黑心儿子时，他们竟然胆大包天地把袁笑带回了家。2人小心翼翼地搀扶着袁笑，仿佛他是易碎的珍宝一般。他们甚至没有看我一眼，就直接把袁笑安顿在了我的主卧。我心中暗喜，但表面上仍装作毫不知情地玩着手机。
梁七七终于忍不住了，她冲到我面前质问：“你就像个没事人一样，你差点让我坐牢，要不是笑笑心软，我就真的完了。”我懒得搭理她。梁七七气急败坏地冷哼道：“你怎么这么恶毒？我是你的女儿七七呀，爸爸说了让你照顾我，你就是这么照顾的吗？以后公司的零花钱你也要分给笑笑一份，直到他找到新工作为止。他为了我连工作都丢了，这是你欠他的。”他恶狠狠地瞪着我，直到我点点头表示同意后，他的脸色才稍有缓和。今天累死我了，我去睡觉了，饭做好了叫我。说完，他转身回了卧室。不久后，吴修也走了过来，以命令的口吻对我说：“妈，笑笑是我们的恩人，这次多亏了他，我们一定要好好招待他。”我再次点点头，没有回话。吴修看着我无动于衷，反而更加自信起来。“妈，你知道自己做错了就好，你那些首饰什么的，抽空给人家送几个，别送那些便宜的，好好谢谢人家呀。”嘱咐完这些，吴修便径直离开。我径直点了外卖，都是上好的滋补品，还偷偷的在里面加了让人困乏的东西。这几天的折腾下来，他们早就疲惫不堪了。这一桌的美食几乎还没等我上桌，就被他们一扫而空。我刚准备坐下来随意吃2口，装模作样也得装下去，梁七七却直接把我的碗筷丢在了一边。“妈，这次你是来照顾笑笑的，就是保姆，保姆就不能跟着我们这些主人一起吃，自己养大的孩子就是这样对待我。”我只能假笑地看着他们，心里则暗自咒骂：“混蛋玩意儿，你蹦跶不了几天了。”吃饱之后，几个人都困得睁不开眼了。梁七七回了卧室，袁笑倒是自觉地回了主卧。我那傻儿子吴修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自己的卧室。半个小时后，我去了儿子的卧室，吴修已经睡得像头猪一样。看着他与我没有半分相似的脸，我扯了扯头发，又去了梁七七的卧室。他也已经睡着了，就是手机屏幕还在发光。我一看，是和袁笑的聊天记录。我那好女儿写着：“我那便宜哥哥和妈很傻的，只要你乖乖的，以后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你只需要讨好我哥哥就够了。以后你要是嫁给了我哥，我们也是亲上加亲。”那个贱女人根本就不知道，我从来到他们家的那天起就盘算着了，这些东西本来就应该是我的。很快，我们就把这一切都骗到手。虽然这次的计划不成功，那个贱人没有下套，但是你放心好了，这个家里的一切都会是我们的。根据上一世的事情，其实我也能知道个差不多了。梁七七应该是我那便宜老公在外面的私生女，因为害怕孩子在外面受委屈，才弄回家里来让我养着。嘴上说着好友托孤，是男人的浪漫，这孩子究竟是谁的孤儿，就不得而知了。如今心里确实难受，自己精心呵护的孩子长大了之后，谋划自己的财产，一口一个贱人的辱骂，心里自然是痛心疾首。我甚至都想给他狠踹几脚，却又担心万一把他弄醒了，会不会打乱计划。我拍下这些证据，顺手拔了几根头发，转身又去了袁笑的房间，把该弄到的 DNA 都弄到了手。我这才反身送去了鉴定中心。儿子是我和老公的儿子，至于梁七七是不是我老公的女儿，哪怕我老公死了，也一样能够验证看看。直到鉴定报告出来，我震惊了。我隐忍懦弱没有白费，更多的是我心有不甘。我直接去了律师事务所，把这些东西全部递交给了律师。证据确凿，我的儿子和养女有血缘关系，而且还是直系血缘，并且在我再三确定后，
原来我所谓的亲生儿子，也不过我那死鬼老公包养回来，在外面和别人生的野种。2个与我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人，被我养大，还惦记着我的财产，甚至成年以后依旧要靠着我来养育。为了达成目的，不惜把我陷害入狱。我就像是个小丑一样，被这般戏耍了不知道多少年。现如今，终于，这场噩梦总归是要结束了。在法庭上，我那便宜的儿子和女儿显然没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他们不仅毫无愧疚，反而厚颜无耻地指责我：“妈，你就这样对待我们吗？我们才刚毕业，怎么可能独自生活？再说了，我们只是把恩人带回家，就因为这点小事，你就要抛弃我们吗？如果你这样，以后你老了也别想我们照顾你。”梁七七更是口若悬河。我妈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家里的钱都被她拿去养情人了。法官大人，我哥是她的亲生骨肉，可他如今为了情人都能抛弃我们。我恳求在分家时给我多分点。我们的爸爸已经去世了，总不能让他把留给我们的钱也被他拿走。这兄妹2人虽然表现得情真意切，但脸上的表情却透露出难以掩饰的喜悦。梁七七，我刚要开口，他却捂住耳朵，摆出一副受伤的模样。别叫我，我不想理会这个装腔作势的女人。继续说，我看你是疯了，你已经成年了，我也算尽到了义务。至于我老公留给你们的钱，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我老公的孩子？毕竟我们夫妻共同财产，轮不到外人来分割。吴修瞪大了眼睛：“妈，你在说什么？”梁七七也失去了之前的气焰，脸色惨白，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随着律师逐一展示证据，这场官司的结局已显而易见，我必胜无疑。吴修和梁七七不仅与我无任何关系，还需支付我一大笔精神损失费。当我走出法庭的那一刻，只感到一种解脱，而他们兄妹2人也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情深的兄妹了。儿子吴修跑过来向我认错，希望我能看在这么多年一直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的份上，原谅他们。接着梁七七也走了过来：“妈，其实这么多年，你真的对我很好，我真心把你当作亲生母亲。如果你能像以前那样对我好，我会继续给你养老送终。你现在也没有个……”梁七七似乎怕我不答应，直接跪在了地上：“妈，我跟在你身边10几年了，而我亲妈一直一个人生活，我只是舍不得她过得不好，又孤单一人啊。”说着，他跪地匍匐着向前挪动了2步。“妈，之前的事情就当我和哥哥做错了，你原谅我们吧。”我像前世一样径直上了车，这一次换成了他追着车尾跑。当天夜里，吴修带着梁七七回家拿东西，为了弥补自己受伤的心灵，我特意买了些珠宝首饰来讨好自己。如今我把玩着这些珠宝，恰好赶上他们回来。梁七七气得几乎要喷出火来：“你这个该死的老太婆，把自己的儿子女儿赶出家门，自己却过得逍遥自在。没错，过去我有钱一定会给他们兄妹2人，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我哪怕苦了自己也不会让他们受苦。但现在这些好东西自然轮不到他们了。”梁七七的话语中充满了酸楚，我甚至连一个眼神都不愿施舍给他。之前我考虑到他们可能只是来拿些换洗衣物，即使与我断绝了关系，所有的财物都与他们无关了，但我也不忍心看到他们落魄到在大街上一无所有。然而人心难测，他们竟贪婪地想要搬空我的家，见什么值钱就拿什么。愤怒之下，
我回到客厅，立即打电话给小区的保安。就在他们准备逃跑之际，保安及时赶到，最终他们什么也没能带走。1周后，助理焦急地给我打电话：“老板，公司门口聚集了很多人，而且公司还被泼了狗血，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急切地问：“到底怎么了？”助理几乎快哭了出来：“老板，你真不知道自己现在火得一塌糊涂了吗？”我赶紧打开电脑，只见一个直播间里，梁七七正说着令人作呕的谎言。她梨花带雨的哭诉，讲述着自己如何在养母的逼迫下孤苦无依的成长，最终完成学业并拥有幸福家庭的所谓励志故事。她口中的故事荒谬至极，比如被禁止上学、不给吃饭、遭受语言霸凌，甚至被当众扇耳光，下雪天被迫穿凉鞋短袖跪在地上，而他将这些都归咎于我这个名义上的养母，声称是我恶毒的操控。我敢肯定，在直播间的另一边，他那些伪装出来的伤痕根本见不得水，一触即破。网友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一边同情他，一边辱骂我，并不断给他刷礼物。看得出来，梁七七是真的高兴地颤抖，疯狂地垂着头，不清楚他到底是在哭还是在笑。在一些关键时刻，吴修还会以养母亲儿子的身份出现，实锤我是个混蛋母亲的形象。如果有人开始质疑这一切的真相，他们会被立刻踢出直播间并拉黑。在网友们的带节奏和人肉搜索下，评论区内充斥着对我的谩骂和诅咒，甚至不需要梁七七引导，网友们就早早地替他报出了我家的地址和公司的位置。还有些热心的观众声称要替梁七七讨回公道。幸好我住在一个高档小区，保安尽职尽责地保护着我们的安全，那些所谓的正义之士自然无法闯入我家。看来我还是心慈手软了。为了平息这次事件并将影响降到最低，我立即联系了律师和私家侦探。过去我毫无保留地参与了梁七七的成长过程，甚至为了给他更好的生活而不眠不休的工作。因此，我自然认为那些老师和同学都会为他证明他的衣食无忧和被虐待的说法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本以为事情会很顺利解决，但接下来的发展却让我大惊失色。那些所谓的重点中学根本就没有梁七七的名字，而我早出晚归，不眠不休，竟然丝毫没有察觉。梁七七竟然一天都没有真正读过书。我径直走进梁七七的卧室，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复习资料和读书笔记，试卷作业一应俱全，明明都是全优的成绩，可是这么多的题库，连一张草稿纸都没有，而抽屉里却满满当当都是抄写的答案。我顿时暴怒，这些年这个死丫头一直在骗我，所谓的补课费、书本费，我花了那么多的钱，到底都去了什么地方？我气得几乎窒息。私家侦探的行动力倒是非常快，很快就在一个高档小区里找到了正在直播的2个人。据说梁七七还是那里的业主，我估计再细细查下去，很快就会水落石出。原来房子是吴修一点点攒钱给他买的，还有贷款没还清，房子即将被银行法拍。而梁七七根本就没有什么高学历，所谓和张少的婚姻也是他自吹自擂的，根本就查无此人。他这么做，无非就是想借此以嫁妆的名义骗我的钱，然后把我送进监狱。显然，上一世他们做的滴水不漏，而我气得发抖。梁七七倒是在网络上哭天喊地的直播诉苦，
从最开始的几个人到几千人，再到现在几万人，那些价值不知道能有多少钱的礼物，就像下雪一样哗啦啦地往他的直播间砸。然而突然间，直播就瞬间停止了，我也长舒一口气，关闭了手机。这对狼心狗肺的兄妹，他们就不相信谎言是会被拆穿的吗？结果只有一个，他们想好了赚够钱就跑路。我直接报了警，还真如我猜的那样，他们准备4个小时之后直接飞到国外，结果就是在机场等待的时候就被警官找到，带去了警局。我们又一次见面了，我那傻儿子哭得昏天暗地。都怪你，你真有把我当儿子吗？你就这样对我吗？梁七七那些编造的故事，骗取的钱财被原路返回，这些事情直接冲上了热搜。那些在我公司门口谴责我的人过来找我道歉，当然他们也都是被蒙骗的，我和他们计较也没有用。而对于梁七七来说，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飞了。他看我就像是看宿敌一般恶毒，因为几天几夜的哭喊和咒骂，他的声音嘶哑。你以为这么简单就结束了吗？我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的，那就试试吧。在他憎恨的眼神下，我把他和吴修拿我的钱，在外面养亲生母亲和她那个好闺蜜的证据拿出来。毕竟私家侦探调查得非常清楚，他们的母亲在我丈夫去世之后出去工作了一段时间，紧接着每个月都有一笔不少的收益打进了账户里。而梁七七的闺蜜袁笑虽然在刘氏集团上班，但是捞的油水也不少，为了能拿到更多钱，她更是没少干贩卖机密的事情。因为东窗事发了，这才不得不想办法找个替罪羊，这才有了这一系列的事情发生。袁笑和那个我从未谋面的小三被带到派出所时，他们身上穿着的是大牌定制服装，显得雍容华贵。想起那些我曾自己都不舍得买的东华西装，每次看上都会被我的傻儿子怒吼，责备我这么大岁数还追求打扮。我从未对儿子产生过怀疑，毕竟他是我亲生的骨肉。然而现在种种证据摆在眼前，我唯一能确定的是，我真正的儿子可能在刚出生时就已离世。这个小子只不过是为了狸猫换太子，才得以享受如今的美好人生。我注视着吴修，他眼中的情绪复杂到让我无法解读。我要求他们归还所有盗取的钱财和房产，但这两个厚颜无耻的人却还摆出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反驳道：我们凭本事得到的东西，为什么要还？他这么大的人被骗了，难道还能怪我们？我冷冷地瞥了吴修一眼，满是嫌弃地说：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们去坐牢吧。袁笑看着眼前这两个人，脸上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所有东西都是我的，我绝不会给任何人。吴修满脸震惊，他无法相信自己的亲妹妹和最好的朋友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你们怎么能这样？袁笑本就不是善类，他能做出这些人神共愤的事情，绝不可能是一朵柔弱的小白花。他怒吼道：滚开！我说了，那些都是我的，你这个废物！我曾以为跟你在一起，有朝一日能拥有房车，但你太没用了，你只听你妹妹的。我跟你这么久，赚的钱还不如我自己一个人多。吴修愤怒地冲上前去，想要踹他，幸好警官及时制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作为一个哥哥，吴修真的太恋妹了，对梁七七宠爱有加。他甚至把所有网络诈骗和偷窃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而我找到了最优秀的律师，我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希望能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最终梁七七失去了金钱的支持，
袁孝则因窃取机密而入狱，而那对他们口中念念不忘的亲妈，早已携款潜逃，不知所踪。他甚至连为吴修请律师的钱都没留下，最后只能由一个小律师为了名气而接手了他的辩护。过去的梁七七和吴修生活得多么嚣张，现在就有多么落魄。即使他们没有坐牢，但走在大街上仍然会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狼狈不堪。最终无家可归的梁七七，哥哥和好友都在牢中，平日里傲慢的他，此刻更是无处可求。亲妈都抛弃了他，他还有什么后路可走？妈妈，梁七七算准了我会心软，所以早早地守在我的小区门口。他紧紧抱住我的大腿，脏兮兮地哀求道：妈妈，我知道错了，我都是被哥哥和袁孝骗的，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给我口吃的吧。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梁七七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初那副骄傲自负的样子。现在的他就像是一个乞丐，落魄而悲惨。如今的他身形消瘦了一大圈，全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垃圾水的恶臭，那原本被精心呵护的肌肤，此刻也布满了裂痕，其凄惨状何止宛若流浪汉，说是垃圾堆里的乞丐都毫不为过。我眉头紧锁，强忍着内心的厌恶和恶心，直接将他赶了出去，然后迅速跑回了小区。幸好保安及时拦住了他，他那双充满恨意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我深吸一口气，站在不远处对他说道：你没有错，一直以来是我对你的教育疏忽了，我更加没有看明白，你就是个白眼狼，永远不会记住别人对你的好，所以以后你都不用过来跟我汇报你的近况，我不想知道，也不会去打听，你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吧，滚！梁七七哭得几乎快要喘不过气来，她跪在地上哀求道：妈妈，我知道错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是真心对我的，求你了，不用求我了，你还是去求求你的亲妈吧。我瞥了保安一眼，示意他行动。很快，一群保安走了上来，不顾梁七七的挣扎，直接将她扔到了马路边的垃圾桶里。梁七七从天之娇女变成了垃圾堆里的臭虫，她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直接就疯了。不过好在被路过的好心人发现，将她送到了精神病院。而监狱里的吴修也得知了消息，他最爱的妹妹变成了这样，他悲愤交加，直接写了封信痛斥我的无情和不要脸，说我抢夺了他们兄妹的财产，那是原本我丈夫留给他们兄妹的，可是现在还有谁能证明他们是我丈夫的孩子？毕竟我那出轨了的老公都已经火化成了灰，在外人看来，他们不过就是为了钱过来欺骗的劳改犯。尤其是信里面说的，等他出来了之后，一定不会放过我，还要杀了我之类的话，我更是直接反手递交给了警官。这样犯罪倾向严重的人，只能说惩罚的力度还不够重。当初袁孝手里的房子，现在也回到了我的手里。不得不说，袁孝虽然贪财，但是眼光确实是好。现如今，这套房子已经不知道翻了多少倍了。我找了房产中介过去帮我卖房子，却发现屋子里面臭气熏天。原来这个袁孝也不是什么安分的人，拿着吴修给的钱买了房子，还包养了一个小白脸。看着小白脸一脸懵逼的样子，我还是找人过来把他赶了出去。现在房子重新打扫干净之后，我卖了一个好价格，这笔钱我直接捐赠给了那些需要读书的小孩子，他们才是未来的希望和真正有需要的人啊！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
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